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終於天晴了，我們就準備叫師傅給我們拉材料來，把我們這裡這些給它打起來，打地坪。因為我們這個磚已經砌起來很久了嘛，一直沒有材料給它打起來。今天呢，特別的晴，而且那邊的馬路已經曬得差不多了，比較乾了那個泥土。我們剛剛打了電話問他有沒有空來給我們拉過來，他說要看情況。然後呢，我們就先把這些給它收拾一下，如果那個沙子拉来了之後，我們就好運在這裡了。就在這裡和沙子的話，我們也是在這裡和。第一呢，比較方便一點，近一點，這裡提過去的話。第二呢，就是那個這裡也是和沙子的地方，下面已經鋪了風化石了，所以如果和沙漿的話，就容易把那些風化石一起攪在裡面。他說還有幾車沙子沒拉完，拉完了之後就給我们拉上來。我們先去把那邊處理一下。因為那邊的話，我們需要用那個曬洗墊在下面。上次那個細沙，我們就是用曬洗墊在下面的。對，這次還是用同樣的方法。對，我們就倒在這裡。這裡的話，運輸也比較方便一點。上次我們就是倒在這個地方的。上一次旁邊這個鄰居他們拉這些材料的時候呢，因為這個路還有一點潮濕，那個輪子就在地上呢勾起了很多溝壑。對，就是這種，就是沒有乾透，那個車太重了，壓下來的話壓得到處都是。你看，我們那個曬席就用來放在這裡吧。這個曬席都已經打濕了，我們要給它攤開，這樣的話沙子倒在上面就不會漏在地上了。我們也是沙子拉到這裡來的話，要盡快的把它挪到我們院子裡面去。差不多。還是這樣。把上次掏的這些泥巴給它恢復一下，這樣它的輪子也不至於會陷下去。終於等了好久，終於可以拉材料了。天天下雨就是很煩。這溝還是要給它留着，因為現在還在流水。如果我們把這個溝給它填上了之後，那個水它就會到處流，那樣的話就更不好走了。差不多，他那個車人稱爬山小老虎，不管是在陡的地方它都可以去，所以我們每次拉沙子的話都是只叫他，因為他膽子也比較大。這樣就差不多了。因為今天天氣比較大，上面流下來的水呢，到一半它就滲透到地下面去了。下面呢這些地方都沒怎麼流水，所以我們還是要把這個溝尾部分給它填起來。因為待會兒我們要用那個斗車拉材料的話，要從這兒過，留着這個溝也不是回事兒。這樣填起來，如果它再下雨的話，我們只給它挖開就可以了。就只填這一節就夠了，差不多。這邊用來粉刷牆的細沙呢，我們就給它堆放在一邊，到時候方便堆放我們的那個粗沙。直接就在這邊和水泥砂漿開始浇筑我們的地坪。兩方的沙子被我們用成了這麼一點了，這些還是有用的。這些後續如果我們要砌磚的話，就是可以用，還是要給它留着。但是这個用來打地坪的話，感覺太細了，不太適合。之前就有人說讓我們用剩下的細沙
來打地坪，但是我們覺得還是不行，還是用粗沙吧，粗沙靠譜一點。对，細沙它的強度不夠，對，必須得用那種粗沙混合石子的才可以。感覺細沙都沒剩多少了，只剩一點點，就粉刷了一個房間，還有砌磚就沒有了，還是挺快的。下面可以留一些打底，這樣就沒有泥了。然後我們那個砂漿在這裡和的話，也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把這個地打一層底，它也是沒有泥的。在我们上面拉沙子的一共有2位師傅，我們先打第1位師傅的電話呢，他說他今天沒空，回家去了。然後我們就打了第2個師傅的電話，他說今天也有幾家在叫他拉沙子，因為我們打電話打得比較晚嘛，所以他要先把其他的拉完了之後，看看還有沒有天黑，沒有天黑就幫我們拉，所以我們先把場地給收拾出來。這裡應該可以堆得下1車沙子吧，都收拾出來了。我們這2個厚屋檐呢，可能要用2車沙子吧，應該可能會更多。水泥的話就更不用多說了，因為之前我們幫旁邊鄰居那個叔叔他們打地坪的時候呢，他們用了4包水泥，也差不多有半車沙子的樣子。他們那個距離還是挺短的，是不是？才那麼一會兒就用了那麼多材料，我們這兒就更不用多說了。你看這麼長的距離，特別是厚屋檐，這裡我覺得可能3車應該用得着。水泥的話，我暫時還估算不出來，只能先用一點是一點。水泥我們還是那麼多包啊？還有9包的樣子，9包水泥。對，可以把水泥先用完，如果不夠的話，我們再去買。哎呀，水泥材料用這麼多，還好我們之前用那邊的泥巴呢，給這些地方給它填實了一下，不然用的材料會更多。對，看看他什麼時候給我們拉過來。如果早一點拉過來的話，我們就叫他多拉幾車。對，如果時間夠早的話，還得多拉幾趟。對，現在我們初步估算呢，就是需要3車粗沙，水泥的話還不知道，先將就那9包用着，而且這2段距離呢，我覺得1天也做不完，我們只能1天做一點，慢慢的來。